观众朋友，如果连这个3日的阴性报告都能作假的话，我们就非常担心，在入境的这个所谓的防疫这个破口能不能堵得住？疫情压力实在太大。我举2个地方，大家看到重庆海力士啊，这个工厂有1个员工确诊，结果导致整座工厂3000员工通通停摆。另外，韩国本身它的 Kia 跟 LG 也爆发了整个工厂的群聚感染，压力非常之大。台湾当然不能置身于事外。我们给大家看到这段画面，这个是27号才从菲律宾押解回到台湾的一个通缉犯，居然传出了在进入了这个看守所进行隔离的过程当中，短短2天，居然爆发出他也确诊。那么整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不禁要回头去推，到底这样的一个入境过程，从明天的秋冬新制这样的破口、这样的漏洞，堵得起来吗？桃园监狱一名周姓男子入监服刑，但是他被检测出确诊武汉肺炎，成为矫正机关首起收容人犯确诊的个案。我们矫正署或法务部这边就已经研拟了相关 COVID-19 里面在整个在入监里面的一个审查的流程，所以相对在进来的时候，他们有做好防护，那也及时通报，然后来做相关的检验。这名周姓男子是通缉犯，因为涉犯伤害致死罪，被判5年4个月徒刑。原本潜逃到菲律宾，这个月27号搭飞机回到台湾。入境时通缉身份曝光，在机场被航警局逮捕。经过移送桃检使用视讯侦讯后，一采未检测出异样，被送到桃园监狱服刑。就在收治流程检疫，他表示曾经在菲律宾有咳嗽症状，经过2采，就在29号桃园卫生局检测出他确诊武汉肺炎，他被送到防疫医院隔离治疗。我相信应该是还算是完整。那至于相关有接触者，虽然有全面的防护，可是他们也是现在居家隔离中。你待会会跟他讲这件事？会啊，我会跟他讲，叫他注意一点，不要感染。进到桃园监狱探视的民众也开始有所防范。狱方表示，当时已经先准备单人设防给周姓通缉犯，所以接触人数较少。之后会依照疫情法规处理，也会加强环境消毒。只是周姓通缉犯确诊武汉肺炎，成为首宗监所确诊个案，还是让外界大感震惊。端新闻花启栋在桃园报道。知道越多的真相，让人越愤怒。我们要替您持续来追踪的，就是上星期5，整个国内大家热议的这个劳动基金，被一个11职等的组长，居然简单一通电话，他可以号令代操的券商帮他为特定股票来护盘。这件事情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啊！要知道，劳动基金是你我的退休金，它的规模高达4兆多。11职等的文官，他办得到？他有办法可以号令天下吗？这次报道，我们给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独家访问。我们问到的是流亡中国大陆的台湾财经作家卧底小蔡，他跟我们证实，小官员就可以指挥代操的券商来买股。他甚至说，4大基金贪污的丑闻一直都没有消失。小心！戴着口罩不发一语，劳动部劳金局前组长尤乃文惊爆涉嫌贪污炒股，账户里被查出900万存款，却交代不清楚。检调指出，他接受业者高级餐饮招待，还要求委托替劳金局下单的证券公司持续挂单买特定公司股票，借此操纵特定公司股价。而流亡中国大陆的台湾财经作家卧底小蔡就指控4大基金贪污一直都没消失过。大概在民国90年的时候，我就听到说很多股市的作手还有中介者，他联络说有4大基金，还有国安基金。当时一开始都是以国安基金的名义说，我们这个可以帮主力出货，但是要收多少钱？收的钱非常非常的昂贵，到10%几。然后到我是，而且不止10几哦，它是依照一个底价，然后上面再提成，大家分成数，用在来分公司派的钱。那10%几是获利的10%几是吗？不是，就是等于是一个底价。假设说我们现在这档股票是100块，他或许会跟你说，我们定个90块好了。那往上的时候你出到多少，一半分给我。
天价收费吓傻众人，卧底小蔡甚至直接揭露代操内幕。这一段民国92年的时候，到这一天1月27号的时候，那时候古董章已经做了一大段了，然后他说希望说我帮他找个法人来，好，那我就联络一个券商，那券商就找个法人来买了400张股票，那400张股票手脚非常的慢，他老是什么？老是说古董章，你知道现在股票怎么是对转法吗？当然是。主力或大股东，他把他的股票挂在盘面上，当然像无档皆是都看得到。好，那就什么？那请说，把人到接近的时候说，你就挑400张，或者是100、200这样的买啊，然后就看能不能引起一些散户追加，都有可能的。那拉抬走高之后，他要出货嘛，所以他其实是想把货出给法人，然后愿意接的法人呢，就可以从中获利。那这刚刚你所秀的账户就是光这个部分就至少77万了，对不对？是。至少，这77万是指佣金啊，光佣金就已经77万了。佣金，对，400张嘛，400张华丰，400张华丰，它就可以得到回扣佣金77万。高达4兆多元的劳动基金爆出炒股丑闻，也让人质疑到底还有多少空间能让有心人士钻漏洞。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。月计划有最新的进度传来，现在探测器呢跟推进器已经分离，接下来是最重要而关键的任务，就是它必须软着陆在月球，那么挖取2公斤重的月球表面的泥土带回来做分析研究，这将是地表全球第3个能做到如此任务的国家。组合体分离完成。中国探月工程嫦娥5号探测器30号凌晨4点左右，在科技人员精确的控制之下，按照计划顺利的完成分离。到目前为止，探测器各系统的状况良好，通信也正常。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接下来将会择机实施月面软着陆。3、2、1，点火。按照计划，探测器登陆月球后，将会采集月球土壤样品，接着返回地球上。整个飞行过程大约23天。根据央视报道，这次中国选择在风暴洋地区着陆，地点相对年轻，将能更有利于科学研究。风暴洋西北部这个地区，能够带回来的样品，由于比较年轻，再加上更早的样品，就能够放在一起，能够整体上对月球形成和演化的过程有更好的了解。自2004年以来，中国已经连续成功实施5次探月工程。根据央视报道，嫦娥5号和其他月球探测器相比，装备更加复杂。不过这次最主要任务是计划实现从月面自动无人采样采回来的样本，渴望帮助科学家了解更多月球起源和形成的物质，堪称是中国航天领域至今难度最大的一次任务。然而这次的任务一旦成功，中国就将会成为继美国和苏联第3个取得月球样本的国家。东新闻陈慧珍、杜新颖报道。也是另外一个经典歌舞剧《歌剧魅影》来台演出倒数最后1周，在台北小巨蛋大规模的出演，演员们卯足了全力。我们看到从妆法到每一个细节做足了准备，要回应台湾观众给他们最热烈的支持。百老汇最长寿的音乐剧《歌剧魅影》来台演出倒数最后1周，这次已经4度来台，在台北小巨蛋演出10场，几乎座无虚席。演员们更是感谢台湾观众的热情。And the first thing I do is I'm actually we get into makeup and everything, but I can't show you what's behind the mask, obviously, because that's all a secret. 把所有情绪都隐藏在面具底下。歌剧魅影男主角强纳森在后台俏皮表示，从服装到眼神都很讲究，精心准备，都是为了台湾观众。Is that for this specific production in Taipei, because it's being filmed and we're on the screens, I have a special eye contact lens which I put for the show. So if you want to zoom in, you can actually see there. That is specially for this arena. 从头到尾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，事前准备下足功夫。
演出前会用特殊方式搭配旋律活动嘴唇来开嗓。歌剧魅影这次能来台演出实属不易，因为疫情关系，入境时全体人员隔离2周。11月19号开始第1场表演，一直到12月6号。歌剧魅影演出大规模，全长150分钟，足足需要120个特效场景来更替，其中最大亮点就是滑落的水晶吊灯。在台演出场次倒数，周末票数已经所剩不多，喜爱的剧迷可抢购周间场次来感受视觉、听觉飨宴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